你是否曾在筋疲力尽的一天结束后，望着天花板问自己，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是否感受到那种持续的压力，仿佛在一台无形的跑步机上奔跑，耗费巨大的精力，汗流浃背，奋力拼搏，却从未抵达一个能与你灵魂产生共鸣的目的地？这种空虚感，这种在自己的存在中仅仅是个乘客的感觉，并非你的制造缺陷，这是一种没有舵，没有指向你真正北方的内在罗盘的生活的普遍症状。这是一个灵魂无声的痛苦，他直觉地知道，他的被创造不仅仅是为了对世界的冲动、手机的通知和他人的期望做出反应。一个渴望真实、可触及目标的灵魂，这种感觉自己像风中之叶，被任何一丝分心或义务的微风带走，是我们这个时代无声的流行病。我们生活在信息的海洋中，却因渴望智慧而渴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互联，但每一次滑动屏幕，孤独感都在加深。你成了管理任务、回复邮件和遵守最后期限的大师，却在所有艺术中最重要的一门构建有意义生活的艺术上成了一个学徒。你感到漂泊不定，因为直到现在，他们教你如何建立事业，如何建立社会形象，但从未有人教你如何建立自己，如何建立一座不会被生活风暴动摇的内在堡垒。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出路呢？如果存在一种思维技术，一个被皇帝、哲学家和领袖们测试了超过2000年的操作系统，专门为在混乱中锻造意义而设计呢？解决这种漂泊的方案，不在于找到一个神奇的目的地，而在于一砖一瓦地建造一座内在的堡垒。今天，我将把这座建筑的蓝图交给你，我将引导你通过构建你内在堡垒的4大支柱。这个方法将把你从一个没有罗盘的航海家转变为你自己生活的主权建筑师。这不是一个视频，这是你最伟大工程的开始。如果你准备好拿起工具，请订阅频道，激活通知，并在下方评论你从哪个城市或国家开始你的建设。我们将用于这项宏伟建设的工具，不是一个新的应用程序或时髦的生产力技巧，它是斯多葛主义。但请忘记那些穿着长袍、说着谜语的白胡子老头的形象，请思考斯多葛主义的真实面貌：一个为人类心智设计的操作系统，一种为单一功能设计的高性能内在工程，在一个混乱和不可预测的世界中建立不可动摇的意义。它是将痛苦转化为力量，将混乱转化为清晰，将被动反应转化为主动目标的艺术。斯多葛派是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完整的蓝图，来构建一个不仅能承受风暴，还能利用风暴作为原材料，变得更强大、更有韧性、更完整的生命。这项工程的第一步是对目标这个词进行一次彻底的重新定义。现代社会向你兜售了一个危险的谎言，目标是你需要在外面找到的东西，就像失落的宝藏或灵魂伴侣一样。这让你陷入一场绝望而无休止的搜寻，总是依赖一份工作、一个人或一项成就来感觉完整。斯多葛主义将这个观念颠倒过来，目标不是找到的，它是你通过一次次的行动、一次次的选择，在自己内心建造的堡垒。目标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它是你意志的方向，是你每个当下品格的质量。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也许是他那个时代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在他的沉思录中写的不是征服国家，他写的是征服自己。他提醒我们，你生活的幸福取决于你思想的质量。对他来说，目标不是统治世界，而是用智慧、正义、勇气和节制来统治他的内心世界。他明白，真正需要建立的帝国是一个有美德的品格，
这是接下来一切的基础。在我们能够竖起任何支柱之前，我们需要接受这个基本真理：你伟大的作品不是你在世界上做了什么，而是你在自己内心建造了什么。现在理论基础已经奠定，是时候开始施工了。拿起你的头盔和工具，因为我们将要竖起你内在堡垒的4个基本支柱。这不是一个学术练习，这是一项实践性的、艰苦的、变革性的工作。我们即将竖起的每一根支柱，都代表着你与世界互动方式的一次根本性改变。更重要的是，与你自己的互动方式。每个概念是一块砖，每个行动是砂浆。我们正处在你灵魂的建筑工地上，而建造任何持久结构的第一步是确保地基绝对不可动摇。让我们从支撑整个斯多葛思想大厦的基础开始，这个原则一旦内化，将为你改变一切。第一条规则，你整个堡垒的地基是最容易理解却最难实践的，它被称为控制2分法，由哲学家艾比克泰德以一种尖锐清晰的方式阐明。他曾是一名奴隶，后来成为斯多葛主义最有影响力的导师之一。原则是这样的：在生活中，有些事情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而另一些则不然。在你的控制之下的是你的判断、你的意图、你的欲望、你的厌恶，以及最重要的，你的行动。在你的控制之外的是其他一切，别人对你的看法、经济、天气、疾病和死亡。你作为自己建筑师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2个领域之间画下一条清晰而无情的界限。你的焦点、你的精力、你的担忧、你的时间、你最宝贵的资源，必须完全投资于属于你的领域，你自己的选择。斯多葛派说，所有人类的痛苦都源于愚蠢而傲慢的试图控制不可控制物的尝试。焦虑是你试图管理未来的结果，愤怒是你试图改变别人所做之事的结果，羞耻是你试图控制他人意见的结果。你花在担心无法改变的事情上的每一秒，都是从建造你能改变的东西，你自己的品格那里偷来的1秒。这就像一个建筑师整天对着云彩大喊大叫，让他们不要下雨，而他的工具却在生锈，水泥在袋子里变硬。你感受到的内心冲突是深刻而发自内心的，因为你的心智被设定在一个根本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求确定性。你的原始大脑渴望控制环境，作为一种生存机制，它将知道会发生什么与安全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脑海中重温过去的对话，试图改写剧本。这就是为什么你对未来创造灾难性的场景，希望能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但这是一种幻觉，试图控制外部并不会给你更多的力量，相反，它把你所有的力量都交给了环境。你成为所发生事情的奴隶，而不是你如何回应的主人。这种自然倾向被现代世界粗暴地放大了。社交媒体把你变成了一个他人看法的策展人，让你相信你可以也应该控制别人对你的生活、你的身体、你的成功的看法。24小时新闻周期用全球危机轰炸你，给你一种你的持续担忧是一种参与形势的错觉，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耗尽你生命力的无能为力的练习。你的设计不是为了肩负世界的重担，你的设计是为了肩负你自己选择的重担，且仅此而已。接受这一点不是放弃，这是最高形式的策略。想象一下自己在你生命的建筑工地上，控制2分法是评估地形的行为。你观察并意识到，你无法改变你与生俱来的土壤类型，也无法阻止地平线上正在形成的暴风雨，更无法控制周围城市的噪音。
一个业余的建筑师会把他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诅咒土壤、恐惧暴风雨和抱怨噪音上，他会徒劳地试图控制环境，而他的工程将永远无法动工。他会生活在一种挫败和瘫痪的状态中，为自己未能建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责怪地形。然而，大师级的建筑师则以不同的方式行事。他接受地形的现状，他研究土壤，以了解他可以在上面建造什么样最深、最安全的地基。他看到暴风雨即将来临，非但不害怕，反而利用时间来加固他已经树立的结构，并保护他的材料。他听到城市的噪音，并设计出一座窗户更厚、核心更隔音的建筑。他不会在无法改变的事情上浪费一丝一毫的精力，相反，他将自己100%的天才、力量和注意力都投入到他的工作质量、测量的精确性和蓝图的完整性上。他明白，他大教堂的质量不是由没有暴风雨来定义的，而是由他抵御暴风雨的能力来定义的。他的力量并非来自控制世界，而是来自主宰他对世界的反应。暴风雨甚至可能揭示出他未曾察觉的结构弱点，从而成为他追求完美过程中的盟友。艰难的土壤可能迫使他开发出更具创新性和更坚固的地基技术。城市的噪音可能激励他在他的作品内部创造一个更加深邃的宁静与和平的圣殿。这就是你的任务。停止对雨水大喊大叫，开始挖掘世界上见过的最坚实的地基。拥抱这个真理，你的力量不在于你让世界屈服于你意志的能力，而在于你使自己的意志屈服。无论世界向你抛出什么，都能以卓越的方式行动。这是一个真正的自我建筑师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决定。这是收回唯一真正属于你的王国，你的选择王国所有权的行为。通过内化控制2分法，你体验到一种近乎奇迹的解放，对未来的焦虑和对过去的悔恨的重负就这样消散了，因为你意识到这两者都存在于你无法控制事物的领域。他人意见的噪音变成了遥远的嗡嗡声，因为你明白他们的看法属于他们，而不是你。你的心智曾经是一个充满担忧和恐惧的混乱战场，变成了一个干净、有条理、专注的空间，准备好去做重要的工作。你停止在永远无法获胜的战斗中浪费你的意志力，并开始将其集中在唯一重要且你能赢的战斗上，为你自己品格的战斗。你以前花在挫败、抱怨和恐惧上的精力，现在被重新导向到深思熟虑的行动、学习和成长上。你变得更冷静、更专注，并且矛盾地变得更强大，因为你的力量不再分散稀释于1000件外部事物上，而是像激光一样集中在唯一能改变游戏规则的领域——你的回应。日常练习很简单，但并不容易。在每个感到压力、愤怒或焦虑的时刻，停下来问问自己，正在困扰我的这件事是在我的控制之下还是之外？如果不是，比如别人的行为或一个外部事件，就把它看作是你建筑工地的天气，观察它，接受它，但不要把你的精力交给它。深呼吸，把你的焦点带回到你能控制的事情上，你的下一个行动，你的下一句话，你选择采取的态度。这是第一块砖，精确地把它放好。随着控制2分法的地基牢固确立，我们可以开始树立你堡垒的主要结构。如果目标不是一个目的地，而是一种行动方式，那这种方式是什么？斯多葛的答案是整个建筑的主梁。生命的目标是依美德而活。对于斯多葛派来说，美德不是一个说教或宗教的概念，它是人类卓越的同义词。它的理念是，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时刻，都存在一种明智、公正、勇敢
和节制的行动方式。因此，你的目标不是你做什么，你的职业、你的爱好、你的角色，而是你如何做所有这些事。依美德而活，意味着你在每次互动中的主要目标不是获得一个特定的结果，而是以你最好的品格行事。在工作中一次艰难的谈判中，你的目标不是赢，而是要公平合理。在面对健康危机时，你的目标不是不感到恐惧，而是在恐惧中依然勇敢地行动。在与一个烦人的人打交道时，你的目标不是改变他，而是以耐心和节制来回应。目标不再是一个未来的事件，而成为你每一个行动中当下的品质。你可能无法控制结果，但你完全可以控制你尝试的美德。这彻底改变了人生的游戏。你不再是一个依赖运气获得好结果的玩家，而变成了工匠本人。其成功是以其工作的质量来衡量的，无论世界如何接受它。一个有美德的木匠不是通过有多少人买他的椅子来定义他的成功，而是通过他榫卯的精确度，他选择木材的质量，以及他设计的完整性。同样，你作为人的价值不是由你的银行账户、你的社会地位或你获得的掌声决定的，而是由你在存在的每一刻所展现的道德卓越性决定的。这里的冲突在于，我们被条件化去寻求外部验证。从孩提时代起，我们就被教导通过分数、奖项、晋升和点赞来衡量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内部奖励系统被外部成功指标劫持了。选择美德作为你的向导，意味着要对这种条件化发动一场战争。这意味着即使在无人观看时，也要选择做正确的事儿。这意味着将你的正直置于他人认可之上。这意味着有勇气在不公正能给你带来个人利益时选择公正。这是一条孤独而艰难的旅程，因为你周围的世界以不同的逻辑运作。世界为结果鼓掌，而不是意图。他赞美富人，而不一定是诚实的人。他钦佩名人，而不一定是智者。以美德行事常常意味着选择更艰难的道路，一条默默努力和无偿正直的道路。它要求你成为自己的见证人、自己的法官和自己的认可来源。它要求你内心的品格裁决比任何外部人群的喧嚣更响亮、更重要。再想想，在他的建筑工地的建筑师，美德是蓝图，是他在安放每一块砖之前都会查阅的总设计图。没有蓝图，建筑将是混乱和没有方向的。墙壁会歪斜，房间没有目的，结构会脆弱而不稳定。建筑师甚至可能使用最昂贵的材料，大理石、黄金，但没有一个连贯的设计，结果将是一个畸形的怪物，一堆没有灵魂或功能的昂贵资源的堆砌。这就像没有美德指引，为了追求财富、名声或享乐而活的一生。另一方面，斯多葛建筑师总是手持他的蓝图。这张蓝图包含4个主要指导方针，即4种基本美德：智慧、如实看待世界、正确对待他人、勇气、正直地面对困难和节制，调节你的欲望。在每一次行动之前，他都会问自己，这幅河舍建造是否充满智慧，这个地基的铺设是否公正，这根柱子是否有勇气承受重量，我是否在节制地使用我的材料。这样做的美妙之处在于，这张蓝图可以应用于任何类型的建筑。无论你是在建造一个小小的庇护所，还是一座宏伟的大教堂，良好建筑的原则保持不变。同样，无论你是首席执行官、艺术家，还是家庭主妇，都无关紧要。在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你每天都有机会查阅你的蓝图，并依美德行事。你建造什么是环境，你如何建造是你的目标。正是这一点赋予了你的作品连贯性、
力量和美感，你的生活变成了一件统一的艺术品，其中每一个部分，从最小到最大，都服务于同一个总设计，不再有职业生活和个人生活之分，只有你的生活，你的建筑工地。在那里唯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行动是否有助于我内在堡垒的结构完整性。你的建筑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华丽或最受赞誉的，但它将是最坚固的，它将是你致力于卓越的见证。当你致力于依美德而活时，你会培养出不可动摇的自信。你的自尊不再依赖于外部验证的起伏潮汐，它锚定在你自身品格的坚实岩石上。你知道，即使你未能实现一个目标，只要你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行动，你就没有作为一个人失败。这让你能够自由地承担风险，做真实的自己，并面对挑战。因为真正的胜利不在于结果，而在于你尝试的高尚。你成为自己的避风港，你所寻求的心灵平静不再是当一切顺利时要达到的目的地，它成为你持续的伴侣。因为平静是清白良心的副产品，是确信自己正在与最深层的价值观和谐相处的必然结果。你停止追逐幸福，并开始通过实践人类的卓越，时时刻刻地培养它。幸福不是建筑结束时的奖品，它正是精湛而有目的地安放每一块砖的喜悦本身。这里的日常练习是像马可·奥勒留那样回顾你的行动，不是带着评判，而是带着一个建筑师检查当天工作的好奇心。我在哪里按照蓝图行动了？我在哪里偏离了？在哪个时刻我缺乏智慧？我在哪里本可以更勇敢或更公正？这种持续的分析不是为了惩罚自己，而是为了学习，为了调整你的技术，并确保明天的工作更加精确，更加与你生命的宏伟设计保持一致。如果说控制二分法是地基，美德是结构，那么我们需要一种强大的砂浆，将一切粘合在一起。尤其是在事情出错的时候，这第三个支柱也许是所有支柱中最激进和最具变革性的，爱你的命运。这不是对发生事情的被动或顺从的接受，这是一种积极、肯定甚至快乐的拥抱生活呈现给你的一切，好的、坏的、丑陋的，就好像是你自己选择的一样。这不仅是忍受现实，而是全然地爱上它的艺术。深受斯多葛派影响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这样阐述了这个概念：我对于人类伟大的公式是爱你的命运。愿一个人不求任何事物的不同，不向前，不向后，直到永恒。不仅仅是忍受必要之事，而是爱它。对于自我建筑师来说，这意味着将每一个事件，特别是障碍和失败，不看作是你建筑的阻碍，而是看作是你工程中必不可少且完美指定的原材料。你失业了，爱你的命运，这是锻造韧性、测试自信，或许还能建立一个更符合你美德的职业的机会。你面临疾病，爱你的命运，这是培养勇气、耐心和对每一个健康时刻更深刻欣赏的材料。你被某人背叛了，爱你的命运，这是关于宽恕、关于人性和关于将你的幸福建立在一个不会被他人不重动摇的内在基础上的重要性的大时刻。没有坏的事件，内心的冲突是显而易见且巨大的。我们对痛苦、失落和失败的本能反应是抵抗。我们抱怨，我们扮演受害者，我们问为什么是我，并拼命希望现实有所不同。这种抵抗是巨大痛苦的根源。这就像一个雕塑家收到一块大理石，但他不是开始雕刻，而是整天对着石块大喊大叫，因为它不是他想要的形状。
抵抗并不能改变大理石，它只会耗尽雕塑家的精力，并阻止他创作他的杰作。与现实抗争是一场你永远会输的战斗。过去已经板上钉钉，现在就是如此。希望事情有所不同是一种疯狂，是与宇宙本身开战。爱你的命运邀请你放下武器，它邀请你停止与你生命中的大理石抗争，而去拿起凿子和锤子。他问你，既然这就是现实，既然这就是我手中的材料，我现在有什么可行的美德行动？我如何能利用这一个确切的事件，让自己变得更明智、更勇敢、更公正？让我们回到建筑工地，想象一下，一夜之间，一场猛烈的暴风雨袭击了你的建筑。你刚刚砌好的一堵墙倒塌了。反应型的建筑师，普通人早上来到这里，看到废墟会陷入绝望，他会诅咒天气，责怪他的工人，甚至可能放弃这个项目，将这个事件看作是他不适合搞建筑的信号。他会抵抗现实，而这种抵抗会使他瘫痪，他会陷在失去的痛苦中，无法看到出现的机会。而实践爱你的命运的斯多葛建筑师来到同一个建筑工地，看到同样的破坏景象，但他的反应会截然不同。在短暂的观察现实之后，他会说好。他不会把倒塌的墙看作是失败，而是看作是大自然提供的一次免费压力测试。他会想，这个事件向我展示了我的设计中一个我所不知道的弱点。现在我有机会重建这堵墙，不是像以前那样，而是更坚固，有更深的地基和更好的材料。这场暴风雨没有毁掉我的工程，它改进了它。他不仅忍受这个事件，他爱它，它是支位建设过程中必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明白，一座从未经历过暴风雨的堡垒，它只是一个模型。正是抵抗并被重建的更强的行为，赋予了堡垒其品格和荣耀。他将障碍视为道路，暴风雨不是他工作的障碍，它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问题变成了通往一个更优雅、更坚固解决方案的原材料。这就是你应该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困难，每一次侮辱，每一次失败，每一次痛苦。与其问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身上，你开始问我如何能利用这个，我如何能利用这次批评来练习谦逊和冷静，我如何能利用这次财务失败来学习关于不执着和真正的财富，我如何能利用这次失去的痛苦来培养对生命无常的同情和感激。每一个事件都成为实践美德的机会。有了这种心态，没有什么能真正伤害到你。世界所谓的悲剧，你重新命名为训练；别人眼中的挫折，你视为重新定向。你变得反脆弱，这是纳西姆·塔勒布创造的一个术语，意味着你不仅在混乱中生存下来，而且从中受益。你变得像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当一个头被砍掉，两个更强的头会长出来。你停止试图建立一个没有问题的生活，并开始建立一个因问题而繁荣的自我。结果是一种超越环境的力量感与和平感。你不再需要世界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存在才能快乐。你的幸福不再是运气或偶然的人质，它来自于一种确定性，即无论生活给你什么样的材料，光滑的大理石或粗糙的花岗岩，你都有能力和意愿用它雕刻出美丽而有德性的东西。你爱上了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你爱上了你的命运，因为你意识到它是你进化的完美课程。爱你的命运的日常练习是转化。拿起你此刻正面临的最困难的事件，与其抗拒它，不如在日记中写下或默想这个问题：如果我选择了这个事件来教给我一个关键的教训，这个教训会是什么？这个确切的挑战如何能被用作一个健身房来增强我的品格？改变叙事，
将毒药转化为良药。这是灵魂炼金术的工作，这是大师级建筑师的秘密。有了坚实的地基、美德的结构以及爱你的命运的砂浆，将一切连接起来，我们来到了我们堡垒的最后一个元素——瞭望塔。这是最高的结构，建筑师可以从这里看到它的整个工程以及远方的地平线。这座瞭望塔建立在另一个基本的原则之上：记住，你终将一死。在现代世界，死亡是一个禁忌，是需要恐惧、忽视并尽可能远离我们意识的东西。然而，对于斯多葛派来说，对死亡的沉思是过上有目标和紧迫感生活的最强大工具。记住，死亡不是一种病态或令人沮丧的练习，相反，它是清晰度的终极催化剂。意识到你的有限性就像一个过滤器，滤掉所有琐碎、多余和微不足道的东西。当你记起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对他人意见的担忧、小的抱怨、拖延和使人瘫痪的恐惧就会戏剧性地失去他们的力量。死亡将一切置于正确的视角，它迫使你提出最重要的问题：如果这是我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天，我会对我如何使用这一刻感到满意吗？时间的有限性赋予了每一刻价值。如果你有无限的时间，就不会有紧迫感去以美德行事，去爱，去创造，去充实的生活。拖延将是默认策略。但你没有无限的时间，过去的每一天都是你计时器上减少的一天，在分心或消极中花费的每一刻，都是你大教堂里少了一块砖，一段永远无法恢复的建设时间。记住，你终将一死，不是关于对终结的恐惧，而是关于对当下的爱。这是一个行动的号召，一个对每一次呼吸的珍贵的觉醒。当然，冲突在于我们的本能是逃避对死亡的思考，我们用娱乐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沉溺于工作，寻求肤浅的快乐。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将我们对自身必死性的意识保持在远处。我们的行为就像我们将永远活下去一样，推迟我们最重要的抱负，我们需要进行的对话，以及我们真正想成为的人，推到一个永远无法保证的明天。这种对死亡的否认导致我们过着一种肤浅的生活，一种草稿般的生活。我们从未完全投入于当下，因为我们相信总会有下一次机会。记住，你终将一死是这种总有一天生活的解药。这是将死亡从你心智的后台带到你意识的前沿的实践，不是作为一个可怕的幽灵，而是作为一个明智而无情的顾问。塞涅卡写道，不是我们的时间太少，而是我们浪费了太多。对死亡的沉思是帮助你停止浪费的工具，它迫使你区分什么是仅仅紧急的，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它给你勇气对分心说不，对你灵魂的工作说是。想象一下，我们的建筑师爬上他建造的瞭望塔顶，从那里他可以看到整个建筑工地，每一堵墙，每一根柱子，但他也看到太阳在地平线上落下。日落的景象并没有使他沮丧，相反，它让他充满了一种目标感和专注力。他知道白昼的光线是有限的，他没有时间浪费在不精确的测量、劣质的材料或与工人的愚蠢争执上。他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必须是深思熟虑的、高效的，并与蓝图保持一致。即将到来的日落提醒他专注于那些将留下正直遗产的东西。他不在乎周围其他可能更引人注目但由脆弱材料制成的建筑，他专注于自己作品的坚固性和永恒之美。对一天结束的仪式并没有让他草率地赶工，而是带着一种强烈而冷静的专注。他想确保当黑暗降临时，他可以回顾一天的工作，并知道自己已尽力而为，没有浪费被赋予的光明。
这就是记住你终将一死在你生活中的功能。它是你的瞭望塔，每天早晨爬上它，望着你必死命运的地平线，让这一景象告知你一天的优先事项。问问自己，今天真正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如果我只有这一天，我会如何度过？我会花时间在愤怒上吗？在害怕别人的意见上吗？还是我会致力于以智慧、正义和勇气行事，充分利用我剩下的时间，在我的堡垒上再安放几块砖？这种实践消除了对他人评判的恐惧。在你临终的床前，一个你几乎不认识的人的意见又有什么关系呢？它消除了拖延。为什么要推迟到明天去做那些能赋予你今天生活意义的事情呢？它给你勇气去承担经过计算的风险。很多时候，最大的风险就是什么都不冒险，并在生命终结时充满了对未曾抓住机会的悔恨。死亡是伟大的平衡器和伟大的澄清器，最终的结果是一种充满强度和欣赏的生活。这是那些生活在否认死亡中的人无法企及的。每一刻都变得更加生动，与你所爱的人的互动变得更加珍贵。你所做的工作被赋予了一种使命感，你停止仅仅打发时间，并开始活在时间里。你明白，生命的目标不是活得尽可能长，而是在被赋予的时间里活得尽可能卓越。这里的日常练习是视角，在你的桌子上或口袋里放一个物理提醒物，一枚硬币，一个头骨，任何象征无常的物体。每天看它几次，并用它作为触发器来提醒自己，我是会死的。让这个提醒把你带回到当下，让你重新连接你的优先事项，并给你力量专注于唯一重要的工作。此时此地，成为你能成为的最好的人。这就是瞭望塔的视野，用它来指导你建设的每一步。你已经收到了蓝图，稳定的基础来自控制二分法，方向来自美德的结构，韧性来自爱你的命运的砂浆，清晰度来自记住你终将一死的瞭望塔。内在堡垒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清晰可执行的工程项目。但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如果没有一个决定性的行动，都是无用的。一座大教堂不是通过仅仅凝视其蓝图而耸立的，它是当建筑师拿起第一块石头并有意识地将其安放到位时才耸立的。从理论到实践，从旁观者到建设者的转变时刻，就是现在。你的旧生活，那个漂泊乘客的生活，到此结束。你的新生活，建筑师的生活，始于一个单一的意志行为。你内在堡垒的建设，始于一个单一的决定，一块砖。这是你首先与自己达成的承诺，然后公开宣布它，作为封印你契约的方式。这不是给算法的评论，而是给宇宙和你自己等待被唤醒的最强大一部分的宣言。这是你的铲子第一次敲击地面的声音。所以，现在，封印你的承诺，拿起你的第一块象征性的砖，将它安放在你新生活的地基上。到评论区去，向所有人宣布你工程的开始。用大写字母评论：我是建筑师。如果这个项目与你产生了共运，如果你感受到了开始自己建设的召唤，那么就加入这个建设者社区，留下你的点赞，作为你收到工具的信号，并订阅，以免错过这个旅程的任何新阶段。分享这个视频不是为了帮助我，而是为了将这份蓝图交给另一个你知道正在迷失、感觉像风中之叶的人。最后，作为你专注和承诺的证明，也请评论：我看到了最后，你不再是旁观者，你生命的建筑工地在等待着你。工作现在开始。